有纯粹的力量，才能带来纯粹的胜利。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被眼前这个老头忽悠冲过不知道多少个488了，只为了能进到酒馆里面找吉安娜多玩那么一会儿。但是自北京时间2023年的1月24日起，是北京时间吗？算了，不重要了。网易和暴雪的合作终止了，炉石传说国服它远离了我们，甚至我为此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总是想起我在炉石里充的钱还没有退款成功，他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为此我甚至还写了首诗叫《彼洋的暴雪》，来记录这段难过的经历。但是万万没想到试问各位观众老爷，你们会为了那几个亿去当接盘侠吗？你们会吗？我相信你们都是有骨气的人，都是吃一堑长一智的人。暴雪这次找网易复合，不就是在拿网易当接盘侠吗？网易他还真就为了这几十个亿的收入同意了真是太没有骨气了。不过如果能分我一半，这事儿就另当别论伴随着网易和暴雪的复合，更有舅舅党的爆料，炉石传说将于5月份回归国服。我相信大部分朋友接触的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对战类的卡牌游戏就是炉石传说，毕竟它依托于移动端，随时随地都能玩，上手也很简单，3分钟就能学会规则，玩起来也很有趣，随机性很高，两眼一闭导演就绪，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到底如何。从最初的9个职业到恶魔猎手 DK 的加入，从纳克萨马斯到奥特兰克，炉石陪伴了我们将近10年。时至今日，炉石传说应该仍旧算是最成功的卡牌游戏之一。但是炉石可能还得有1个多月才能回归呢，这可怎么办呢？玩不到炉石传说我要死了。少下切莫想不开毕竟我也不是一名炉石传说博主嘛，对不对？在没有炉石传说玩的这段日子里，来，咱们往这儿看。航海王卡牌对战，简称 OPCG One Piece Card Game， 由日本株式会社万代授权，上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代理发行，以知名 IP 航海王制作的集幻式卡牌游戏。什么是集幻式卡牌游戏呢？还是以炉石传说为例，炉石呢就是只能收集不能交换，所以呢炉石是 CCG 收藏式卡牌游戏。你无法把你不能用的没有用的卡送给你的朋友，只能放在自己的仓库中欣赏。而 OPCG 不一样，它是线下实体卡牌的形式，虽然或许卡牌的形式与炉石传说一样都是开包，但是 OP 的卡包可是实体卡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此这类实体卡牌不但可以收集，还可以和你的好友进行交换，因此这类卡牌游戏被称作 TCG 集幻式卡牌游戏。这种形式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有一天我不想玩炉石传说了，但是又想回血，该怎么办呢？只能卖号嘛，对不对？但是有可能你炉石号又绑定了战网，战网又绑定了风暴英雄，风暴英雄还是为了你拿原始联动皮肤专门玩的，那你这号卖的可就繁琐了。而如果你玩的是 OPCG， 只需要把不需要的卡上架闲鱼或者集幻社，自然就会有大批需要的玩家来联系你了。并且呢，炉石作为虚拟资产，贬值严重，你充了10个488，最后卖号可能只能卖个几百块钱，还是有价无市，买的人很少。而 OPCG 可不一样了，你花10个488租一套牌，保不齐过2月，我去，变成20个488了，还没有被找回的风险，岂不妙哉？当然了，一款游戏好不好玩，还是要以玩法说话。你会玩炉石传说，那 OPCG 也将是简简单单。这是炉石传说的英雄，这是 OPCG 的英雄，学名叫领袖，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事实也确实毫不相干。你先别急着关视频骂我，虽然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在游戏中的作用其实还真差不多。炉石的英雄呢，决定了你能使用什么职业的牌，以及伴随你整局的英雄技能。OP 的领袖则是决定了你能使用什么颜色的牌，以及伴随你整局的领袖技能。炉石传说内一共有11个英雄职业，每个职业配有一个专属技能。但是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只有这10来个职业技能有点单调没有关系， OP 里面有70个职业技能，这个技能用腻了没事儿，咱下把换个技能不就完了？并且这70个技能还在不断的更新，还在不断的增加。你从现在开始每天一个，玩2月，正好玩到新包发售，再出6个新英雄。
可能你要疑惑了，这么多的英雄职业，炉石里面每个职业都有一套自己的专属卡，那 OP 里面70多个职业，岂不是有70多套专属？ Of course not。 OP 里面区分职业的具体方式其实是通过颜色。大家注意到领袖卡的左下角了吗？每个领袖的左下角都有一个正六边形，这个六边形中会亮起一个或者两个颜色。同样的，除了领袖卡的每张卡的左下角也都有一个正六边形，这些正六边形呢就只会亮起一个颜色了。这其实是正经区分 OP 职业的方式，颜色。领袖左下角里亮起的颜色代表这名领袖能使用的牌的颜色，其他牌左下角的颜色则代表了这张牌是什么颜色。就好比盗贼的牌的背景是黑色，牧师的是白色，圣骑士的是金色。如果哪天在剧情里面乌瑟尔突然接到了要去刺杀希尔瓦纳斯的任务，他摇身一变转职成了一个盗贼，映射到炉石传说里面呢，就是你既可以在卡组里下金色的圣骑士的牌，又可以下黑色的盗贼的牌了。这下是不是就十分的贴切了？所以 OPCG 的卡组组成上虽然会有些条件限制，但是整体还是比炉石传说要相对自由一些。喜欢钻研的朋友可以说是有福了。航海王的领袖和炉石传说里的英雄虽然看起来长得完全不一样，但是听我讲解完，你是不是会发现还真是差不多是一回事呢？同样是决定了你能使用的技能，也同样决定了你能使用哪些牌去组成卡组，底层逻辑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单单是领袖和英雄这一点相似的话，可能还是会有没玩过 OP 的朋友们疑惑，如果只有这么一点相似的地方，玩法还是不一样的话，我们上手不是一样繁琐吗？Of course not。 这是炉石传说中的交易货币，叫做法力水晶，这是 OPCG 中的交易货币，叫做东卡。是不是看起来也是完全不一样啊？但是这次它俩还真就是一个东西。炉石传说中的每张牌的左上角呢都有一个数字，是使用这张牌所需要消耗的法力水晶，想必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而 OPCG 中呢，每张牌的左上角也有一个数字，代表的是使用这张牌所消耗的东卡的数量。在卡牌游戏中呢，这类消耗型资源有一个统一的俗称，就是费用。毕竟每次都要说它本来的术语，可真是太累了，对不对？我消耗3颗法力水晶发动法术卡奥数智慧，听起来就很有智慧怎么样，没骗你吧？因为底层运行机制是差不多的，所以你还真就可以把这俩当作是同一个东西。费用的设置呢，几乎是所有这类对战形式的卡牌游戏中必然会见到的元素之一，只不过大部分游戏对费用的表现形式不同，因而也就会表现出在规则和玩法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因为 OP 和炉石在费用的使用原理的设置上基本一致，所以两款游戏的底层规则也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因为表现形式的不同，在炉石传说中使用掉法力水晶，法力水晶就会暗淡下来，而在 OPCG 中使用掉的东卡则会进入休息状态。在10卡卡牌的表现形式就是卡牌横置一下就像这样是不是也很简单？当然了，这时咱们还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休息状态。在 OPCG 中，横置的状态即为休息状态。当然，这个状态一般也是实体卡牌中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个休息状态有什么用呢？不光是代表了东的消耗，随从进行过攻击后也要进入休息状态。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呢？因为实体卡牌中没有系统判定你的随从是否进行过攻击，因此便以随从横置作为已经进行过攻击不能再进行攻击的标志。关于休息状态还有别的用法，咱们现在记住，我之后会继续深入讲解。既然是对战类卡牌游戏，你的目的呢一定是要决出胜负的。在炉石传说中，就是让对方的英雄血量归零，不管是通过随从的进攻，还是因为最后的疲劳，目的呢都是一致的，打死你的对手。这点呢 OPCG 倒也很俗套的完全一致，打死你的对手你就赢了。你可能疑惑，这帮海贼不会也30多血吧？ Of course not。 大家还记得领袖卡牌中还有几个其他的元素吗？注意每张领袖卡的右下角都有一个数字，并且下书2个大字生命。是的，没错，这个游戏的领袖一般只有4-5滴血，每次被生命之树一口奶29滴的绝望，我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这个游戏好生命之树最多奶40吧。小朋友此时又要问了，如果对方领袖是4滴血，马里苟斯一脚是不是能把人直接打死了呀？Of course that's not。 这里开始才是 OPCG 和炉石传说区别最大的地方，伤害机制的不同。还是看下 OPCG 的领袖卡右上角都有一个数字，可能是5000也可能是6000，这是干嘛的呢？先卖个关子，咱们先看下 OP 里的随从卡。首先 OP 里的随从卡，它的专业名词其实叫角色卡。
炉石里面的随从卡有攻击力，在左下角有生命值，在右下角。随从的生命值掉光了，这个随从也就死了。OP 里的角色也有攻击力，在右上角，但是没有生命值，反而是在卡片的侧面多了一小排反击加1000或者反击加2000这样的数字，这又是干嘛用的？角色没有生命值的设定，那他们是不会死吗？会，当然会。你可以直接理解为 OP 里每个角色的生命值都是1。当其他角色攻击这名角色时，如果其他角色右上角的攻击力大于等于这名角色时，便会成功对这名角色造成1点伤害，也就是打了他一下，然后这名角色受到1点伤害，生命值归0，阵亡了。就是这么草率，就是这么脆弱，人被杀就会死，每个人只有1条命，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吗？这里呢，也就给大家解释了 OP 中主要区别于炉石传说的伤害机制。炉石的伤害机制主要是10以内的加减法，多少的攻击力就能对血量造成多少的伤害，而 OP 的伤害机制则是分了2段，先进行数以千计级别的大小对拼然后打1。炉石玩家可能会问，如果 OP 里的有哪个领袖的技能是吉安娜的2费打1，是不是能秒杀 OP 里的一切角色了？恭喜你，你已经学会抢答了，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那如果我不想这个角色死，这该怎么办呢？还记得我刚才说到卡的侧面多了一小排数字吗？反击加多少多少是干嘛的？这就是 OPCG 的防守方式。这些牌可以一次性的为场上的角色增加1次力量，对这些角色进行保护。我刚才说过，如果想对这名角色造成伤害，必须要攻击力大于等于这名角色攻击力的攻击去进行，而防守也是相对应的，需要利用反击值，将这名角色当时的攻击力大于当时对手的攻击力，即为防守成功，就不会造成伤害，角色也就活下来了。这也就是 OPCG 主要区别于炉石传说的地方，伤害机制的不同。这里说下虽然叫反击值，但是不会反伤的，只能被动挨打，下回合再打回去回合制。这个伤害机制才是航海王卡牌对战里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你跟你的对手时时刻刻都处在相互互动、相互博弈的状态，而炉石传说里最大的互动应该就是猜奥秘了。明白了伤害机制，咱们再来看下领袖的4点生命值，应该就能明白了。虽然看着写的数挺大的，都好几千，但是其实哪怕是好几万，该打1的时候也就打1，够头保命。至此大家应该就能知道为什么只有领袖有生命值的设计了因为领袖比角色血多。不过按照炉石传说的方式跟大家介绍的话，领袖的生命其实不应该叫生命，应该是类似战士的护甲这样的概念。人被杀就会死，每个人只有1条命，领袖其实也只有1条命，只不过领袖多穿了几层护甲，这几层护甲也就是卡牌右下角所写的生命。因为在 OPCG 的规则中，这几层护甲全部掉完之后，再成功命中一下领袖才会死，所以护甲是不是更贴切一点？一船的人费劲巴拉才能给领袖凑出这么几层护甲，日子过得太苦了。劝大家不要去当海贼还是当部落大酋长的好，没事就能叠甲，史称加盾男爵。OP 里的这几点护甲也是以牌来表示的，会在游戏开始时从卡组上放对应的数量，当做生命值。每当领袖受到伤害时，这些牌就会被拿到手牌中，变为你之后回合进攻的利器。当然了，有爱思考的朋友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在游戏后期上了一个攻击力很高的角色，那如果我场上没有攻击力很高的角色，那岂不是一辈子都打不过他了？Of course， 特别 no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强迫症我玩炉石传说的时候，每回合最常选择的打法往往不是本回合最合适的打法，而是最能花光所有法力水晶的打法。我常常认为剩1-2个没有用，实在是太浪费了，于心不忍而在 OPCG 中，你没有使用的东卡还有一个特别的用法，细心的观众可能前面就发现了，东上面写了一排小字，加1000，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 OPCG 中最有意思的设计之一。你还未使用的法力水晶可以当做给场上随从的 buff， 对场上的随从进行强化，意思就是把未使用的水晶扔给场上的随从，让他们获得一个+1+0的 buff。 体现在 OP 里呢，就是1000的力量。这个设计对于我这种强迫症玩家真的是太友好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费没用完睡不好觉了。至此，我亲爱的朋友，你已经基本可以掌握航海王卡牌对战的玩法了。怎么样？
对于熟练掌握炉石传说的你，是不是十分的简单呀？还有几点不太一样的，主要体现在攻击目标的选择上。炉石里面，在没有嘲讽随从在场时，你可以选择任意的随从或者英雄作为攻击目标，但在 OPCG 中，你的攻击目标只能是任意状态的领袖或者休憩状态的角色，并且在 OP 中是没有嘲讽这种概念的。还有很多不一样，但同样很有意思的设定。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我这期新手入门之北，里面有详细的教你入坑的具体流程。航海王卡牌对战呢，是这2年新起的 TCG 之中，我认为最有设计感的之一。不管是玩法还是卡图，都十分的有趣好看，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最喜欢的 IP 之一。入坑血赚，即使退坑了也不会亏钱。这几年各种 TCG 都开始在国内逐渐兴起，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兴趣和去尝试这种新鲜的社交方式。作为一个老 TCG 人，看到现在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是非常的高兴，也欢迎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 TCG 的大家庭中。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也是因为看到了暴雪网易复合的消息有感而发。我也是很多年的炉石传说玩家了，看到自己喜欢的游戏将要回归，十分的高兴，想把我的喜悦传递给 OPCG 的玩家，也想把我最近很喜欢的另一款游戏分享给炉石传说玩家，希望大家能同时喜欢这2款游戏。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也喜欢炉石传说的牌佬，长视频制作不易，来个关注3连支持一下好不好？咱们下个视频再见。